中共20大举世瞩目，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以衷心祝贺。同时，党的20大报告亮点纷呈，众多重要表述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外媒都有哪些关注焦点？为何海外舆论格外关注中共20大的进展？深圳卫视记者也对话了多位海外学者，他们有哪些观察？来看报道。近日，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共20大胜利召开，表示中共20大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里程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定能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对此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发展与进步凝聚共识与合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胸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受到普遍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重要力量。20大开幕当天，约2500名中外记者采访报道开幕会盛况，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以图文方式进行直播，一些外媒通过报告中的高频词进行解读。韩国亚细亚经济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口头报告时29次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CNN 称，发展这个词在报告中出现100多次。习近平强调国家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具体领域的发展。他还在讲话中约50次提及安全，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彭博社称，中共20大召开之际，中国正处于一个外部风险很大的时期，比如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习近平在报告中至少2次提到科技自立自强。随着美国试图通过限制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科技雄心，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重要。美联社报道说，习近平告诉与会代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英国广播公司关注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并进行了详细阐释。日本共同社则引述报告内容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中共20大在法国媒体上的热度很高，法国这周的媒体版面已经进入了中国时间。法国媒体做了多方面的对中国的分析和报道啊，很多都是系列的报道和分析哈。现在全球呢各种危机并行啊，像能源危机啊、各种冲突啊哈，而中国呢，它是一个安全锚啊，是个世界的稳定器。所以呢，就说是20大的顺利召开，也是他们呢就是乐见的啊，这样中国稳定，世界也就跟着稳定，最起码能够给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提供一个是吧安全阀。松鲁正说，欧洲社会期盼看到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火车头作用。他同时认为，20大之后，中欧在经济和国际事务方面将迎来更广泛的合作和更深度的联系。中法中欧关系呢就一向呢是比较稳定啊，就是从那个地缘政治角度说嘛，双方没有冲突，互利性也很强啊，这是我们就是宏观上来讲啊，就是双方是合则两利。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欧洲的经济面临着很多的冲击。如果说以前是双方都需要的话呢，现在呢，我认为应该是欧洲更需要中国啊。长期研究中国事务的韩国加图利关东大学荣誉教授李奎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韩国媒体上有大篇幅关于中共20大的报告，其中20大之后的中韩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走向都是热门话题。实际上，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呢，已经达到了3000亿美金的这个贸易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很好的关系了。我们中韩建交今年是39年，过去30年呢，关系的这个发展是很
这个圆满。我们要希望呢，中国跟美国两国关系就是赶快好，那这样的话呢，很多问题可以自然解决。斐济驻上海总领事陈玉茹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关注中共20大报告中有关过去5年中国发展成就以及对未来发展规划的表述。作为太平洋岛国，斐济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合作。过去在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中，斐济受益良多，希望中国更繁荣强大，更加现代化，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除了经济发展，中国对于气候变化的承诺以及在脱贫方面的成就经验，也是斐济方面颇为关注的议题。Economically, we need a strong China to act as the engin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o lead the world and to avoid possible recessions. So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like Fiji, small country, that we still can continue and increasing our access to the huge Chinese market, so that we can also get a share. 陈玉茹还提到，中国一直身体力行地在基建、农业等各个方面帮助太平洋岛国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周日上午，中共20大开幕会开始前，在首场党代表通道活动中，福建农林大学研究院国家军草工程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分享了中国军草技术走向世界的故事。他提到，援外第一站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他们为了庆祝军草技术示范成功，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现场会，国家总督9位部长5000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参会，他们载歌载舞，高呼 China 军草军草 China。 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军草，而且特地登报公布。2017年，军草技术被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列为重点项目。外交部今天召开了中共20大开幕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作为中国对外发声的重要平台，发言人如何回应各方对20大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出席今天兰亭记者会的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何王子玉早前发回的观察。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多个有关中共20大的问题，相关表态值得品读。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汪文斌在回应各方对于中共20大的祝贺时谈到“胸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我们知道，交友是外交的第一要务。此次中共20大报告当中涉及外交部分的内容，也是再度向国际社会清晰且强大地传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是第30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也是中国第9个国家扶贫日。中共20大报告当中谈及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其中就包括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汪文斌在今天的会上表示，未来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减贫发展合作。那实际上，在今天的记者会开始之前，我也和现场的外国同行们进行了交流。他们告诉我，十分关注中共20大报告，不过各有侧重。比如说，俄罗斯的记者重点关注报告当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情况。来自法国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是高度关注报告当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论述以及应对气变的内容。亚洲的媒体同行则是和我说，他们高度关注报告当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我想从各方关注的内容足以看出，中共20大不仅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对于世界而言都是一项重大的事件。中共20大为中国未来擘画的宏伟蓝图，也将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当中留下持久印记。据新华社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岛内多家媒体也高度关注中共20大召开，以各种形式报道大会的各项议程。中共20大周日上午在北京隆重开幕。当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9·2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党持续沟通、真诚合作，深化互信，求同存异，共同增进两岸人民权益福祉，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开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多年来两党在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当前台海形势寓意复杂严峻，期盼两党把握大局，体察大势，坚守大义，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为台海和平、同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共同努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五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也发来贺函贺信，希望两岸同胞汇聚智慧，和衷共济，携手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舆论也高度关注中共20大。开幕会当天，岛内主要媒体在重要版面、时段、位置对20大相关内容进行多角度报道。台湾中央社开设中共20大新闻专题，设置20大看点、特派现场等栏目。周日当天播发10数条关于大会和大会报告的报道，并采访专家解读报告。台湾媒体普遍关注到，当习近平说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时，人民大会堂响起了持久的掌声。风传媒、东森新闻云等均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标题报道。联合报称，20大报告在展望台湾议题时再度强调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同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东森新闻云在报道中分析称，台湾问题已经被大陆列为重要任务，未来5年内大陆对台策略不会单纯把促统当口号，将会付诸实际行动，但不会主动把台海推上火线，关键在于台独势力和美国是否越过底线。总体上我必须强调说，从20大报告的涉台部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这个其实是给两岸同胞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息。我们既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那么也有足够的善意跟诚意、耐心来推动两岸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完全统一。那么特别要强调是总书记在涉台部分提到的，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把中国大陆发展起来，是在中国大陆发展进步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强化我们在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主动权。另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中共20大登场，岛内工商团体负责人在密切关注两岸关系是否能展开新局同时，也积极筹思谋划。20大后，待春暖花开时，组团访问大陆，有意透过经贸交流营造两岸友善的氛围，打破两岸形同冰封的僵局。报道称，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都坦言，所谓春暖花开指的不是节气时令，而是情势与疫情。情势是看两岸以及中美等关系的演变。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苗峰强上任后，也曾多次强调，台湾工业总会一直以来都扮演两岸润滑剂、沟通平台，未来也将持续扮演这样的平台角色。台湾工业总会内部也确实着手规划筹组大陆访问团，同样在思考何时是最佳时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认为昨天发布的中共20大报告中涉台部分最大的看点主要在哪里呢？我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甚至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对台工作的中心任务其实就是4个字：反独促统。而在昨天的中共20大报告当中，这一中心任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或者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反台独的同时，增加了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报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将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当中，不仅先后3次提到了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甚至还一度将其放在了反台独前面来加以强调。
而在我看来，这一变化对外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不仅是反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未来中国大陆在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时候，将会优先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除此之外，报告在表达坚定促进两岸统一意识的同时，还再度强调了要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国大陆在促进两岸统一的同时，或者说是在促进统一之前，将会一如既往地促进两岸的交流与融合。这背后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大陆在促统之前将会继续促融，也就是促进两岸融合，以让两岸统一的步伐能够建立在两岸经济、民生、文化与人心交流上，能够走得更加扎实。20大报告还提到，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那么对此您又如何解读呢？我相信报告中的这一句话绝对会让蔡英文当局以及相关的外部势力感到心惊肉跳。因为第一，这一表述的措辞非常的强烈。过去的时候不承诺放弃武力，大陆也有提过，但是这次用了绝不2个字。第二是中共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使用过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样一个说法，一个是在1997年的15大报告当中，当时发生了因李登辉窜访美国而引发的第3次台海危机；二是在2002年16大报告上，当时是执意搞一边一国的陈水扁在执政。那么第三，这份报告在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把这2句话并列在一起的说法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大陆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近年来台海危机的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搞2国论的李登辉与搞一边一国的陈水扁在执政的时候。同时中国大陆还判断，未来的台海形势还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加严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大陆才意识到并突出强调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重要性。那20大报告突出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与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5年台海局势将会更加复杂严峻呢？我觉得那倒不一定。假如外界把20大报告中出现的这2处改变当成是中国大陆将会在未来5年内武统台湾的征兆，显然是属于过度的解读。首先，20大报告强调，在反独之前要先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实际上是针对美国近年来加大介入台海局势的应变之举，并不是要主动向美国发起挑衅。同时，报告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也不意味着会主动使用武力，更不意味着会轻易使用武力。因此会不会使用武力，会不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最终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蔡英文当局接下来会走多远，会不会突破中国大陆定下的红线。其次，从这份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并没有找到中国大陆将在未来5年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更没有发现任何要武统台湾的迹象。除此之外，在这份报告中，有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中原则、9·2共识这样的表述也仍然存在。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大陆台海政策的大原则与大方向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体现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上，也就是在反对台独之前，首先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在促进两岸统一之前，首先要促进两岸的交流与融合。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党的20大新闻中心举行首场记者招待会，就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介绍有关情况。20大报告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对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在国际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内能源需求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深圳卫视记者赵畅就外界高度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在记者会上提问。能源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不过，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电力、煤炭供应紧张等问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生产生活。而党的20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也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卫视记者提问：在当前能源供需紧张、地缘政治多变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我国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如何能够更有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如何来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呢？谢谢。作为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确保能源的安全，始终是做好能源工作的首要的任务。我们也将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大的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大力增强国内资源的生产保障能力，坚定不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任京东介绍，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科学指引下，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逐步完善，供给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不仅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的严峻考验，而且有力应对了国际能源价格动荡对我国发展的传导影响，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事实上，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能源安全。20大报告中提到，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其中就包括坚定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党的19届6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必须把能源安全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至于如何守住能源安全底线，任京东从3个方面进行了回答。一是扎实抓好固本强基，坚持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充分发挥煤炭的压舱石作用和煤电的基础性调节性作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力争到2025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6亿吨标准煤以上。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煤炭、石油储备体系，特别是加快储备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设施建设，确保能源供应保持合理的弹性裕度。据了解，中国深层和超深层油气资源高达671亿吨油当量，占全国油气资源总量约1/3。中国将这部分资源开发当作重点。去年6月25号，中国自主勘探开发的第一个1500米深的深水大气田深海1号正式投产。今年8月，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深地1号油气田项目取得新突破。另外，中国在能源供应方面，西煤东运、北煤南运主要煤运通道能力持续加强，跨省区输电布局不断完善，电网资源配置能力明显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南气北上、东北入关等通道油气输送能力持续提升。能源储备方面，一批大型储煤基地建设完成，区域和全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大幅提升。除了这个保证煤炭的供应以外，我们这个天然气的产量增长也很快，大概增速的话是多年以来这个接近10%的这个增长。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那么它的这个产量持续增长，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保障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这几年我们这个石油产量也在这个回升，那么这个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这个2亿吨每年，这是一个可喜的这个现象。
任京东指出，守住能源安全底线，还必须扎实抓好有序替代，紧密着眼长远发展需要，全面构建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扎实推动水电、核电重大工程建设，统筹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光电服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生物智能、地热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确保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23年达到25%左右。党的20大报告指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是继2020年9月22号和2021年9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2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庄严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双碳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自党的18大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取得显著成就。10年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强度累计下降26.4%，为同期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清洁能源体系，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和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任京东表示，保障能源安全还要扎实抓好风险管控，继续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大力推进能源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煤炭、油气、电力供需等预警机制，不断加强应急保障电源、管网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提升区域互济、多能互补水平，持续强化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能源安全供应，进一步提升应急响应和抢险救灾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用能安全。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用能安全，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今年夏季，在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天气相叠加影响下，中国西南地区一度出现用电紧张。在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让农业生产活动和百姓日常生活备受考验的同时，也给电网设备带来了高温、高负荷等多重挑战。各地电力工作人员奋战在抗旱保电一线，全力保障居民夏季用电平稳可靠，为地方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8月，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累计开展重在变电站设备特巡、油样分析100余次，处理设备发热缺陷90余项，全力确保关键时期电网和设备安全可靠运行。那么，面对灾情，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保供稳价决策部署，统筹调配各类的资源力量，确保有效发电机组稳发满发，充分释放大电网跨省区互济能力，坚决保障安全稳定供应。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首场记者招待会上，除了能源安全问题，现场中外记者还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星在会上强调，关于中国要搞自给自足经济的理解是错误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鲜明标志，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经济3季度明显回升，能源装备等6大领域重点设备订单都在大幅增长。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困难和挑战，但更加充满机遇。总的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有信心，对中国市场长期看好。此外，周一下午举行的第2场记者招待会，就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新闻中心的深圳卫视特派记者赵畅。赵畅你好。党的20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你就能源安全问题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提问。设置这一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呢？那么对于记者会现场，你还有哪些观察吗？好的，主持人，今天我在记者会现场感受到各家媒体举手提问的意愿都极为的踊跃。
作为大会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今天会上释放的信息尤其受各界关注。我在出发前往北京报道大会之前，梳理此前的大会议程时注意到，党的18大和19大关于新发展格局、经济发展等主题的记者会都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而今年大会首场记者会就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也可以看出中央对这方面的重视和各界的关心。当前面对疫情和动荡的国际局势，各国都在关心如何来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一系列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因此深圳卫视也是精心准备了这方面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我也争取到了这个宝贵的提问机会，得到了国家能源局任京东副局长的回答。党的20大报告单独用了一个篇章谈到推动绿色发展，并单列出双碳目标相关内容，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中国式现代化时，也专门表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任京东的一句回答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主动要做。而这样的中国声音，我们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还能听到很多，比如继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战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优化营商环境，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等。以上就是深圳卫视记者在北京现场带来的观察。主持人，好的，谢谢赵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就能源安全的提问时，强调将通过3方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我的同事赵畅呢提了一个好问题。放眼世界，这实际上也是让很多国家的决策者都相当头痛的一个大难题。举个眼前的例子，现在呢让欧洲最大经济体谈能源安全都算太奢侈了。那么德国如今面临的更大也是更加紧迫的挑战，是如何从空前严峻的能源危机中尽快找到脱困之道。从油气价格飞涨到苦寻俄罗斯油气之外的替代供应，再到北溪管道出事儿，那么德国今年受到的能源冲击一波强过一波。要命的是，德国以制造业与实体经济见长的强大产业体系，它本身就是建基于能源安全之上的。所以在多重挑战之下，公认拥有全球最多隐形冠军企业的德国经济现在已经绷不住了。没了能源安全，德国经济当然很不安全。化工巨头巴斯夫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上个月花落广东湛江，100亿欧元，也创下了今年中国吸纳外资项目的之最。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作为油气消耗大户的巴斯夫看重广东乃至中国的能源供应保障。那么这样看来，能源安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在回应赵畅提问时强调，要从3个方面守住能源安全的底线。他给出的一连串的详实数据，尤其是中国在光伏、风电等等清洁能源的领先的发展，那么确实让我们对国家守住能源安全的底线增强了这个信心与底气。同时呢，也要指出，能源安全它绝不仅只是产供销的问题，因为能源领域的巨大利益和各方博弈，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与地缘政治紧密关联的。我甚至认为，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安全其实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比如德国的能源危机之困，就拜俄乌冲突之赐。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多次分析，俄乌危机的最大的外溢冲击，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触发加剧了能源与粮食这2大危机。七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到，中国致力妥善应对乌克兰冲突带来的危机挑战，相信全方位保障能源安全必定也是大国应对方案的一个重点。美国总统拜登7月不顾国内强硬派的反对，访问沙特，还和沙特王储行了所谓的碰权礼。但是呢，最近欧佩克无视美方压力，拍板减产原油。那么这被《华盛顿邮报》就毒舌嘲讽，拜登碰权换来的是腹部遭到对方的重拳。美方已经公开扬言要让沙特付出代价。20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那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世界进入到动荡变革期之际，要守住大国能源安全的底线。我们对外部的风险挑战以及严峻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恐怕也要做及时的评估、全面的把握，要有充分而且是周全的应对预案。不仅是能源安全，党的20大报告也专门就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做出全面部署。那么您对此有何心得体会呢？20大报告共有15个部分，其中的第11章专门就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全面论述与部署推进，足见执政党对安全这一国之大事要事的重视程度。有心人对20大报告出现的高频词进行了专门的爬梳，在人民与发展之后，安全是提及率第3高的一个关键词。诚如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所深刻阐释的，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那么一旦这个根基不牢靠，甚至出现动摇，那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就会面临风险挑战，甚至不排除遭遇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与发展可谓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一体两面。20大报告就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筑牢强大、持久、可持续的国家安全网，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保证，要持续强化国家安全这一民族复兴的根基。前面讨论了国家能源安全，当然这只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20大报告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与面向做出了全面的梳理，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国际安全等等。那么就细分而言，政治安全又会涉及到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等，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等。恐怕也不仅仅是归属于经济安全，实际上他们也和政治安全、社会科技安全等等密切关联。以美方正在全力推进的所谓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全面打压遏制行动为例，它仅仅是经济安全问题吗？美国媒体甚至动用卫星图片对我所在的城市一家初创芯片企业进行各种起底追踪，而3获普利策奖的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更是在《纽约时报》最新专栏中以所谓战争思维、军事术语来界定美方对华芯片正在进行的封锁与打压。弗里德曼就危言耸听地表示，美国正在和俄罗斯与中国同时发生冲突，已经打破基辛格老人所谓美国永远不要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作战的战略警告。那么弗里德曼就在文中扬言说，中美围绕芯片进行的全面博弈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实际影响，即使不是更大，也一定不亚于正在进行的俄乌军事冲突。弗里德曼这篇评论有一个扎眼的标题：欢迎来到中美芯片之战。有鉴于此，20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值得我们高度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之路需要全方位、全覆盖的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来保驾护航。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